英国《卫报》Guardian 啊说呢，大陆在台湾的经济海域离东沙啊200海里之内了，那都是我们的经济海域了啊，在那边用这个专油平台探油气，而且专油平台非常大啊，这个有一个240公尺长，那边说很长啊，你跑100公尺，跑到气喘吁240公尺，所以那至少钻了5年了，说台湾都无所谓，都不在乎啊。那所以呢，他认为说可能是北京灰色战略的一部分。将来呢为入侵台湾提供助力了哈。那5年了，为什么都没有？我们都好像不知不觉也没有。照理讲，东沙我们有人在东沙，应该知道啊然后他还把图放出来给你看啊。台湾在这里，东沙在这里，它离东沙不远的地方呢，就开始没有专油平台是很大南海2号专油平台这是2025年7月24号是在这里，它这个位置也会移动的，要跟着那个油气在移动说它距离东沙限制水域50公里，30英里所以其实不远那总统府现在被这样一报道说你都不管，他今天呼吁了，说你是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怎么在我们这边专油呢那这个黄奎博呢，政大外交系的教授说呢，应该想办法跟他共同开发，一起开发自由气也不错。我们看一下，以前就是共同。标题：操纵油气，大陆石油设施侵占台湾东沙岛。这是美国智库指出，大陆石油船只设施正在台湾专属经济区钻探石油，在今年7、8月至少有12艘，其中有些设施已存在至少5年，甚至有一座在2024年接近东沙限制水域边界仅1公里，但台湾政府似乎并未做出反应。我们的国防跟安全单位都有掌握，也就行为样态跟风险在进行整体演绎来做回应，也应该即刻停止在我国在内的区域，还有各国经济水域从事非法设置开采的活动。府方发声要大陆停止，因为违反了国际法规。细看以地理位置图，南海2号钻井平台在7月24号超过台湾专属经济区边界，还有海洋石油支援船在一旁，仅距离东沙岛限制水域约50公里。学者提出，大陆先以非军事设施要来控制东沙附近水道，对于大陆的各种禁逼影响经济。领海外，就连93军人节大规模举办阅兵活动，大秀军武肌肉。你看，有明兄，你是做过国安会副秘书长，怎么看？以前海域问题是我处理其实这个50公里大概30海里多一点了那也就是在领海临街区之外，我们在东沙是有画就是相关的这些基线。什么叫做专属经济区或者是经济海域就是从你的领海基线往外算200海里嘛。那但是它不是主权所在，它叫主权权利，所以里面的渔业资源跟海底的矿物跟石油资源专属于沿岸国，但不完全属于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这个别的国家可以跟你分享，但是要经过跟你的这个讨论同意。现在问题的焦点是我们这边没有报道，它也是中国大陆所画的领海基线往外延伸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而言，也是它的时段线no， 那个这个是在北部，它那个是在南海，我们这个是已经在东海，东沙群岛跟高雄之间比较靠东沙这边。那大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画？大陆从它的沿海线，它是画沿海的直线基线，因为它沿海非常曲折，所以它在岛屿跟岛屿之间画直线的这个领海基线，然后往外延伸。当然，对中国大陆而言，其实台湾也属于它的领土，它是这样宣称，所以他并不认为这边是去跟别的国家的，比如说对岸国或沿岸国有什么这个水域的交流。他认为你也是我的，所以我在那边挖就挖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去通知你。但过去我们在做的时候，这就是两岸关系，而不是两国关系。因为他不认为说这个是要在两国关系的架构之下，就跟这次陆委会跑到大陆去。海基会这边发文说，你们给我这个陆配放弃大陆的身份的文件，这怎么可能呢？那变成两国关系嘛。但在两岸关系的情况之下，你共同开发，其实这是这个有角度的。我们也曾有这样的会议，但是当时并没有任何的具体的这个计划或方案尤其那个时候，其实是来处理东海和平倡议，尤其就是钓鱼台的问题，还有就是跟日本之间在那个。这个区域的捕鱼权的问题，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东沙群岛上面是海巡署，是没有一般的民众或渔民住的那边的，应该当然是一定老早知道，为什么之前没有去注意到？
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你知道，如果现在赖政府还是之前蔡政府，一定是用两国关系看待嘛？那你怎么不可能会有任何发展？那这个时候不可能用海军了哈，你用海军就可能反而会有军事上的这些疑问。你用海巡署去做这个接近、调查、询问，哦，甚至你用骚扰，那其实这都是可以做的。那你要表现出你对这个权益、这个区域你的这个权益的主张。那但是他们没有做，他们就是大概觉得说这个可能会升高。我个人都质疑，这一定也有是不是美国的关切，哦，认为这个东西发展出来可能会变成一个冲突点，这个都不能排除。美国叫我们管，还叫我们不管？我们有没有管？没有，对啊。所以呢，我的推论是，我的质疑是这个样子了哈。否则的话，这个这么清楚，海巡一定注意到。要等到媒体报道出来，而且这个媒体这个智库是 Jamestown 是美国相当右翼的一个智库，它报道出来的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因为现在川普采取的是孤立主义，比较放手，不愿意碰，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局在这边。那这个时候，当然你总统府的发言人是这样子讲是没错，那可是呢，我是看到了有一些我们立法委员站在比较法律跟民粹政治的角度讲一些话。也 OK 可以理解，但实际的动作要谨慎。我觉得，在用两岸的角度去做，把它当做一个案例去做讨论、去做接触，甚至去做这个共同开发的一个诉求，都是有一个可能性的。来，我补充一下啊，事实上，两岸啊共同探勘油气在台湾海峡行之有年，相关的学术论文大概有接近120篇，所以黄奎博先生他讲的是很对，是说要寻求两岸共同开发油气。东沙岛面对的是从汕头、汕尾、香港这3个点的这样连线，距离其实两边的经济海域是相互交接，探勘的位置事实上是在交叠的，而且离他们的岸比较近。对，东沙岛距离高雄方位两四洞距离240.05海里，所以现在在这个状况之下。基本上我们在那边也诚如永明兄讲，我们有画临海基线，但我们从来没有去就是主张过经济海域，然后明确，因为两岸之间你现在基本上来讲画了基线，大家心知肚明，然后呢你懂的我懂的，那两岸确实也共同探勘油气，相当有成就在海峡之中。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就是出在这个政府跟两岸之间的关系不好，所以才让人家去掺沙子嘛。来，香龙，钓鱼岛离台湾比较近，但是台湾说的是日本的。金门、马祖跟东沙离大陆比较近，但是台湾说是我们的，就这完全是你主观上面的想法。第二个就是说，其实现在全世界能够在海域做探勘的钻井平台，前5大的有4台呢是老共的。换句话说，今天你就算老共不来挖一挖看一看，你台湾呢也做不了什么。第3个就是说，以南海地区的地质特性来看，东沙附近应该不是油气的重点区域。那我怀疑了，过来反正就是试试看嘛。那能挖到就挖到，但是它的重点呢，将来可能会是在黄岩岛等等这一带，那个这个测试呢就会更有意思。台湾在面对这些问题，因为整个台湾海峡的进出的端点已经成为一个灰色地带，我们应该去重视的就是说，台湾海峡今年到现在9月份了，人间9月天，今年美国的驱逐舰呢经过台海只有2次。几乎已经快停经了，就不来了。那不来就是这个地方，它越来越内海化。台湾在过去所标榜、所宣称的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台湾海峡很重要，战略地位如何？没有，我一直说台湾海峡的重要性，台湾海峡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呢，全世界呢，现在排名前20的港口，前10名的有6个在中国沿海啊。经过台湾海峡的这些的民用的船只、商船、游轮，大部分都是进中国港口啊。对中国大陆很重要，对台湾来讲没有这么重要。所以呢，台湾海峡未来的控制权是大陆，不管台湾岛要用什么样方式呢，他要收回台湾海峡的控制权，他已经不会让了。
台湾今天在东沙上面呢，还能够呢有自己的海巡部队，不是台湾很厉害，基本上面的那个岛长时间呢就是一个易攻难守，他要不要你在他一念之间而已。不做文章其实是对的，做文章也没有用。思刚，确实啦，刚才这个我记得在马英九执政时期，那个时候台湾的中油跟大陆的什么中海油，还有曾经去彼此呢了解一下彼此的心意，还碰过面。比如说在台湾海峡啦、苗栗外海啦，甚至说在这个东沙的附近的探勘油气，对，还有或是天然气，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合作。但是你现在两岸的情况，连海基会传一个去都不理，你说这种比较高层次又具有战略合作的这种概念，当然是不可行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方面也凸显说，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常常告诉我们说，中共谋我日己啊。利用骚扰战啊，然后每天绕到这个东岸啊，利用各种方式来包围台湾。但是像这种大型的这种油气的探勘井，在我们这个领土相关周围的经济海域的时候，没有外国的媒体点这个，我们似乎都不知道。民进党政府不是常常对于这个国家安全非常的重视，而且这种海底的资源也是国家的总体资源一环。那在过去这段时间5年里面，他怎么都不提醒国人呢？然后过去里面还包括海巡署、海军，也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为什么选择性的告诉大家？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有时候在塑造这种危机感的时候，也是看事情塑造危机感。你像这种事实上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有非常紧迫需要的时候，却不告诉大家。但是呢，这个比如说一般性的中国大陆的什么火箭啊，昨天又说有一个火箭从我们这个太空中过去。就是有大肆的来发告诉大家要发简讯，所以我觉得这种国家安全的这部分我觉得他也是在吃自助餐，对自己的局势有利，对自己的这种抗中保台的讯息有利的时候，他才告诉你。但是真正破及到国家安全、自然资源的这个保障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装作没有看到。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中共昨天93阅兵嘛，场面蛮大的了啊。那台湾有些艺人就转发这个阅兵的这个实况啊。那欧阳娜娜、侯佩岑因为是被盯了所以白天没发，到了深夜才发了，所以大家也才注意他们的动向。那另外呢，台湾有16个艺人转发93的阅兵啊。到底陆委会前日不才约了他们吗？所以以后再这样要惩罚。媒体说陆委会好像稍微软一点，所以他们并没有贬低中华民国的地位，只是讲他阅兵，并没有说我们比他差很远我们不行等等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没关系然后呢说但是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举办阅兵的意图，要共同维护中华民国的繁荣与存在陆委会发的那因为上次呢他们发的叫做台湾必归。回归大陆了所以呢，有23个艺人被约谈而且都说搞不清楚因为我没看内容我们不知道内容的时候，我没有政治意识等等那民进党说，国民党放任出席中共93阅兵，不反共，把先烈都抛弃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的社论说，你赖清德自己放弃对抗日本抗日战争的话语权你等于是你放弃话语权，那人家在争话语权嘛。然后呢，这个昨天93军人节，为什么有93军人节？就因为9月2号日本递降书嘛，所以9月3号定为军人节。以前空军有空军的节，海军有海军的，陆军有陆军节。1955年的时候，国民政府说93就是要军人节。为什么93叫军人节？因为92的关系。所以那你又不承认，你昨天在忠烈祠这个秋季口声声中战，也不承认对日抗战，所以被人拿出来批评。我们看一下。写下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艺人吴慷仁微博转发的是央视贴文，中共93阅兵。舒淇和吴奇隆同样转发，都写下英烈不朽、和平永驻，还包括杨培安、杨宗纬、林瑞阳和张庭，加总下来10多位艺人，倒是这2人罕见没发声。每一次回到这里都有一种家
的感情。之前才被点名的欧阳娜娜还有侯佩岑暂时沉默，可能也是因为日前转发央视宣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被陆委会告诫。陆委会还特别提醒93阅兵，台湾艺人不要沦为统战工具，但还是有人不理。恐怕也还没结束哦，那陆陆续续都还会再有。原则上大的原则我们都还是逐案的来请这个主管机关去做一个认定。那现在我大概就是收集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然后可能再让这次的案例的话，还是一样，就是再麻烦文化部这边来去做一个调查跟认定。文化部强调将和陆委会密切配合，尊重并协助陆委会相关认定和处理方式。既然喊话无效，是否有更强硬动作还不一定。而93军人节这天参与军旅实境节目的艺人们没听说这件事情，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从贴文到回应都要特别小心。来，世轩。这个中战抗战，我相信这个史观是不容去抹灭跟改变的。所以赖清德总统一直不断的去讲说中战，他就是不愿意讲抗战。我觉得他这个意识形态胜于一切。那我觉得台湾的社会跟大家人民会自己去给他这个批判哦。但是我倒想讲一下这个艺人的部分，因为我这几天才跟我很多演艺界的好朋友，而且我可以讲他们是一线的演艺人员，他们讲出了很多他们的无奈，也就是说，站在他们的角度上面，陆委会要去针对这些艺人转发93等等的资讯，甚至不要讲93啦，平常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很多次，他可能会转发一些关于中共的文章啊，或者是一些宣导等等，他们会觉得说，难道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关注吗？说真的，这种事情他转发在他自己的微博上面，如果陆委会没有整天把他们拖出来讲，可能也不会占据这么多的社会资源、社会版面去做讨论。所以这些艺人来讲，他们就像每一个台商一模一样，他们要做生意，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市场机制。今天在对岸，他有这样子的市场，他的歌、他的戏剧在那个地方受到欢迎，他会不去吗？很难吧。如果他今天为的是说我要卖票房的话，只是说去了以后，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跟对岸就是处在一个这么微妙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处境。那为什么一定要去挑动这个敏感神经？所以对于这些演艺人员来讲，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无奈，而且非常非常的不满。从过去到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被拖上一线来做这个鞭尸的动作，他们对于这个是非常反感，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分这个辈分跟这个量级哦。你如果处在中间值的时候，最容易被拖出来鞭尸，你小咖也不鞭你，民进党也不玩你。可是当你到今天够分量到影响两岸三地的时候，他不敢。说真的，我们回去想嘛，刘德华当时候来台湾开演唱会，民进党敢吭一声什么吗？有了一开始王定宇想要吭一声，就后来自己嘴巴闭起来收回去，这个就是他们视情况而定。那陆委会，我认为在这种敏感时候，就算你明知道这些演艺人员在那边碰到什么样的处境，你也不用特别去张扬这件事情。台商过去几十年在对岸做生意，你说真的，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要在那个地方盖工厂，不用跟当地的领导吃饭，你没有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吗？不要骗了，这个很难吧？所以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要在那个地方做生意，我认为多多少少，你只要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这个很难去避免。只是说不要去挑动这件事情，让这些演艺人员处在一个这么尴尬的处境，我只觉得这才是作为政府应该要去做的。就这些演艺人员能够到大陆去，能够开演唱会，能够卖票，表示大陆人欢迎他们嘛。从某个角度是台湾的光荣我们是等于是把台湾的影响力带到大陆去，像当时邓丽君，对吧？大家封面他的歌，你们影响天天怕人家统战，你怕你们讲个不好听，这已经是统战他了。我补充，从某个角度，那你每天打压他，这边挑毛病，一点小毛病拿出来鞭尸人家，要处罚人家，不莫名其妙吗？我补充一句，我以前在澳洲读大学，你知道我所有的中国人同学看到我们说，你哪里来的？我说台湾来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哇，我们以前都看你们什么流星花园，都看你们这些偶像剧，都听你们的歌。他们对于我们是有一种情感所在，甚至好奇心。可是现在搞到后面变成是这些艺人，全中国14亿人口也是盯着他们，你表不表态？你不表态你就滚回台湾，会变成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这个里外都难做人变成这样？我觉得两岸关系，这就是两岸关系它重要跟它微妙之处。所以我想，陆委会本来就是要来协助，不管是我们的台生、我们的台商，
在大陆不管是遇到任何困难，给予他任何的协助。但是你看每次提到这个艺人啊，不管是在转发，不管是这个93阅兵，或是他们10月1号国庆的时候，有些人转发这样的一个贴文。现在呢，民进党政府呢，把这个两岸关系用成两国关系，然后呢，用国与国，然后用抗中保台的这个概念来这些谴责我们这些可能到大陆去发展的艺人。我认同刚刚世轩讲的，很多大陆的这些年轻朋友，对于我们很多的偶像剧，对于很多我们这些艺人是非常认同的。说真的，某种程度对民进党来说，这就是我们去那边对他们认知作战，不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对他在台湾的这些表现，去用台湾民众的一些苛刻的角度来去责骂他、责罚他？重点是很多的条例是不清不楚的。那我怎么知道说我到底怎么样做会踩到我们的红线，怎么样做不会踩到我们的红线？所以说真的，今天你陆委会应该管的是两岸的关系。如果说你现在是用两国关系去界定，或者你早就应该要在主改的时候变成这个外交部的中国司或是亚太司里面的一部分才对，不是吗？结果没有，你用这样的一个苛刻的方式，让我们的艺人说真的，让他们去取得我们的认同，更了解台湾这些流行音乐的文化哪里不好，但是呢，却用这样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切割二分法，让它变成必须选边站。那大陆的这些，我想这些同胞们也会觉得说不没关系啊，如果你不表态对这个大陆的支持，我也要谴责抵制你。说真的，那我们这些艺人，他未来的发展该如何何去何从？所以我还是回到刚刚永明老师讲的，应该回来好好界定两岸关系该怎么样持续来进行，而不是让大家一直流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斗争，让这些艺人说真的他也无所适从。那陆委会每天讲的就是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些概念跟界定，你说真的，那这些艺人该怎么继续生存下去？我其实觉得陆委会还有我们的政府，你用什么资格去管艺人？艺人他不拿中华民国的薪水，二不拿你政府的退休金，三是他靠自己的能力在外地赚钱。那基本上他有他自己经营自己的影迷、自己的歌迷，只要他今天不去做出叛国，不去做出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做就这样子。那这次艺人他有些发表这个中共那个一些文宣，他底下留言说这个抗日战争胜利80年啊，这个两岸同贺。那你这个讲这个话，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是你中华民国政府、民进党中华民国政府藐视这一段历史。那有的艺人直接在脸书就点名陆委会，点名这其他的这个我们政府单位说，对正式那个抗日战争结束的部分，民进党政府什么都没做。那你民进党政府有回应吗？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艺人这个，我是觉得政府是最不需要管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自由发展。今天他哪里有市场，他哪里就去赚钱，去发挥他的影响力，本来就是他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每次陆委会去盯这些艺人，然后就把他列出来，然后拿几个艺人，然后发转文讲什么话，我觉得非常典型的猎巫行为，非常无聊。你知道我这艺人朋友昨天跟我讲一句话，我很有感觉。他说我们只要稍微转发或者是在对面的活动稍微大了一点，我们讲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台湾来就检视。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们前阵子在节目上讨论那些民进党的委员，他们家人在那边做生意，在那边这样子，为什么都没问题？他们现在一样可以在那边批评我们我们在那边这么卑微的在那个地方工作，在那边为我们的事业努力，我们却要遭受到这样的待遇。哇，他一讲我完全回不了他，我说这就是政治。哎呀，这真是证明两岸一家亲啊！这民进党做这个文字狱真是做得入木三分，恢复中华文化不遗余力啊！我做过最后一任的新闻局长，是。其实过去那个时候，所有的出版、电视、电影、音乐都是新闻局在把它当做一个就是表演艺术的产业在做协助。而到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有赛德克巴莱，有鸡排英雄，有那一年，你整个票房甚至在大陆都做得不错。但是到那个时候已经对大陆来的这些有一些限制 ，quota 的限制。现在每况愈下，一方面当然市场上它那边开始崛起，它的这些从业人员呢，一些这个等于发展很快，甚至有全球的影响力。但台湾还是一个很特殊，在中国大陆的影音的市场当中很特殊的一个存在，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软实力、台湾文化影响力的一个具体的展现。真的，因为我们养成的文化跟就是教育体制不一样。虽然讲同样的语言，但是呢，你看字体不一样，遣词用字不一样，行为举止也不太一样。那这个会表现出来，在影音文化的层面，其实会有一些吸引力。那但是呢，这边开始
这个将近10年了，不断就去中国化、切割两岸。其实不只是说在怕中国大陆对我们的统战，其实根本就是在阉割自己台湾的软实力。而这个台湾软实力，如果不以中国大陆市场为基础的话，你怎么面对亚洲？你怎么面对全球？根本就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以前金马奖是多么让人骄傲的亚洲的最重要的影展，现在变成自己关门自己玩了。现在呢，真的是大不如前了。不，基本上这样了，就是说，你政府啊，因为台湾市场就这么大嘛，政府应该尽量协助这些艺人，哦，不仅到大陆，甚至到全世界，要来协助他们嘛。就你不但不协助，你做了什么协助？你告诉我，你民进党这么坚强，你协助了什么？你不但不协助，你还在那边扯后腿，还在那边找麻烦，就变成这样子嘛。那像钱都是给明日公祭去了，艺人没有来申请2亿多啊！艺人的辛苦，这些艺人都是出生在台湾的中国人。你要怎么定义中国？这个是政治问题。可是他就是出生在台湾的中国人。在台湾，我们认知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只要他能够守住这条线，你根本没有文章好做。陆委会如果真的要对艺人指点，我只建议呢2件事。第一个，五月天呢叫他不要回来。五月天都表态了，你如果敢对五月天动手，那我就服了你。第二个，像刘德华啦这些人不可以再这样进来。这些呢都是参加了大陆的重要的庆典的，过去呢穿着我们的海军的军装也参加我们的庆典的，但是今天呢都在那蹭大陆，都在大陆呢进出的，像这种呢不可以让他来。如果你刘德华敢进，如果你五月天呢敢进，那我就知道你玩真的。你要去挑这些平常在大陆生活的这些的演艺人员干嘛呢？就是制造新闻，制造一点风浪而已。第三个。你要知道，这些台湾的艺人都还是能够在大陆工作，没有一个大陆艺人现在可以到台湾来。你在看到呢一些台湾的艺人被贴上标签的时候，死都回不来，像千百惠走了，他在临死，他多希望回来看看他的妈妈，不能够回来。台湾做了这么多不人道的事情，那是因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这才是最可怕的。赖清德在93的这一天，我不怪他。因为台湾在整个的亚洲地区最大的麻烦就是1945年二战结束，1947年冷战开始了，1950年就韩战了，1952年呢我们呢就签了，以为呢之后呢战争就结束的旧金山合约。这些的事件的连续性，使得呢我们产生一种的错觉，以为呢战争这样子就处理完了。因此，日本并没有真正的经过战争反省。而可怕的是在台湾你看到现在的民进党赖清德这些人的讲话呢，是一种的战胜国的嘴脸，但是战败国的心态。他觉得二战呢，他跟着日本呢一起战败了，所以你听听看呢赖清德讲话或者民进党讲话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讲国语，但是有很浓厚的日本腔调，因为在二战之后，台湾内部台湾是有很多战犯的，战犯呢没有一个被处死坐牢，战犯没有处理。第二个，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呢，也没有做处理，明明有很多在日据时代的台奸。跟着日本人呢吃香喝辣的，甚至都可以干到行政院长的都没有处理。这些呢，不管是战犯也好，台奸也好，以为战争结束就是这个样子。我在战争期间的时候呢，帮着助纣为虐的所有的事情，好像呢都不必算了。这跟呢欧洲的战场是非常不同的。为什么会有现在的呢93抗战胜利80周年的大阅兵？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呢，日本跟中国跟韩国的关系呢始终没有办法修补？就是因为在亚洲地区来讲，太早进入到冷战，以至于呢，日本本身呢觉得他只要认输就好了，他不需要认罪。休息一下再回来。